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排队的车流啊。我们来数个数，2、3、4、5、6、7，这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排队最狠的超充了，8、9、10台超充在排队，然后这边还有几个桩还在维修，我一看看，厉害啊，厉害了！这是我见的最狠的超充桩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懂买买。那我现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时间，我在美国开这一辆特斯拉 Model 3是什么样的体验吧。那首先呢，这一周的时间，我总共开着这辆 Model 3开了有1500 miles，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开的。整个全程使用的都是公共充电桩，包括特斯拉的超充啊，包括第三方的充电桩。你们都知道我在外面住酒店，所以也不可能有机会去使用加充的，对吧？那关于怎么样租一辆特斯拉 Model 3呢？建议去看我前几天的视频。那总共折合人民币就是一天1000块钱才能租到一辆 Model 3。那我在加州的感觉啊，就是海量的 Model 3啊，大街上到处都是 Model 3。因为为啥呢？这个车便宜，你想最基本的版本卖4万美元，并且你还可以抵税，并且呢，加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路的最左侧车道，它叫那个 carpool， 就是你2人以上的时候就可以开这个车道，这个车道时速会更加快一些。平常别的地方堵的时候，这辆车可能不堵。那如果你是单人去开一辆特斯拉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有这个资格去走这个车道，这就挺好的。如果你平时开辆燃油车，然后你一个人往 carpool 走，那是被逮的话，罚款应该是，每个路段不一样。我看过便宜的罚款400多，贵的话罚款600多美元吧。所以这就是一些加州你开特斯拉的优势。最左边那条车道叫 carpool， 就是2人及以上的时候你可以走。当然，你开电动车，然后你取得一个特殊的标签之后也可以走。我这辆车不能走的原因是，车主车太多了，好像就申请不了那个标签了，或者他没申请。所以你看 carpool 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在左边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 fast track， 就是那个快速道。那个路是收钱的，那个钱呢还是动态变化的。那我从这个统计数据上来看呢，目前 Model 3的销量已经直接吊打宝马3系了，甚至跟凯美瑞卖的一样多。你知道凯美瑞什么车？经济型的轿车，理论上说它销量应该高才是，但在加州不是这样。就整个那个 Model 3的销量已经跟凯美瑞一样多了，甚至还有反超的趋势。这其实就基本上体现出了一个电动车在加州这么一个状况了。除了这个车便宜，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加州的油费比较高。像咱们如果是游客，比如我在 LA 啊，就 LA 的一些downtown一些热门的地区，那个壳牌，就咱们可能都比较熟悉那个品牌，最贵的油可能要卖到4.7块每加仑。我朋友告诉我，这是游客才加得起的，他们日常去加的油可能也才3.7块啊到3.9块啊。Anyway， 就那个1加仑的油3.7美元。在整个全美来看也是非常贵的啊，像比如之前我去达拉斯的时候，可能才2块钱出头，所以这个加州的油贵一方面也导致了 Model 3卖的会更加好。好，远处的队伍，远处，那不是收费站的出口，他们在加油。我朋友跟我说，壳牌大概4.7块，Costco 大概3.9块左右，所以他们就在排队加油。1加仑啊，1加仑是3.78升，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就是 Model S 跟 Model X 的那个路上见到的概率并不是那么大了，它甚至是没有在上海见到的概率多。为啥？因为这2辆车都是10万美元以上的车了。在美国，如果你买10万美元以上，那你其实你是妥妥是比较富裕，甚至是超中产阶级了，我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举个例子的话，10万美元你在美国当然可以买一辆 Model 3，那宝马呢，基本上你可以买到 M550了啊，那是辆 V8的车型。那如果911你是那个最基本的款型，就咱们现在看992，可能也才10万美元出头，所以10万美元可选的余地就比较多了，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出10万美元去买这个 Model S 跟 X 的，所以实际上我在路上看起来的感受就是，见到 Model S 跟 Model X 的概率真的是远不如在上海这样的容易，反而 Model 3的人是满地跑啊，这大概就是我在加州这一周看到的特斯拉的覆盖率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是怎么充电的。我大部分时候呢都使用的是超充，就特斯拉的 Supercharge 超级充电桩。那并且呢，我既然都到了 LA 了嘛，我肯定会去拜访一下特斯拉的 V3的250千瓦超充，对不对？我还真去了 Tesla Design Center。那这个地方呢，前2天的时候刚刚举办了特斯拉那个 Cybertruck 的那个发布会，对吧？那个我这次去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发布会了。但是我进了它的 Design Center 里面，我试图想去那个纪念品商店去买点东西，但是纪念品商店的同学告诉我，前2天所有参加发布会的同学们丧心病狂的已经把整个纪念品商店买空了，所以他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得卖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 Design Center 隔壁就是 SpaceX。如果你从天空中来看，你会发现这个 SpaceX 顶上用太阳能板摆出了一个 X 的造型，马斯克真的是太酷了。
话说回来啊，在整个这个 Design Center 有2台250千瓦的特斯拉超充，很可惜的是，我去的时候有一个250千瓦超充已经挂了，所以实际上能运营的在那个地方呢只剩一个超充是250千瓦的，250千瓦的 V3 超充，因为它使用的是液冷的那个电缆线，那个电缆就好细好细，有没有？在美国的时候，本身那个超充它使用的是铝线，就导致比铜线要更加细、更加轻了。然后250千瓦的 V3 超充又使用了液冷，哇，那个线真的特别细，我把玩了许久，真的是我见过的。可以说是最细的这个快速充电桩，那个线呢粗细比咱们用的加充7000瓦真的粗不了多少，然后线也不重，并且柔软程度也非常棒。比较可惜的是呢，我的车是这个 Standard Plus 版本，当时我车的固件版本是2019.36版本，那个插上去之后最大功率只有100千瓦，这其实是在我充完之前我都一直不知道的。在我印象中，我以为所有的 Model 3都已经可以支持250千瓦的，其实并不是啊。如果你买一个 Standard Plus 版本，就是标准续航增强版，国内就是国产版的也是那个版本，就是充电功率只有100千瓦，这其实比我的那个老 Model S 还要慢。不过在我走的当天呢，特斯拉开始推广那个2019.40版本的 OTA 了，据说是把功率解锁到了170千瓦。很可惜，在我在的那一周内，我都是用100千瓦的最高功率去充电的。老实说，其实挺渣的。这趟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就想体验一下250千瓦的充电，没有体验到，稍微有点失望啊。今儿这个充电有点遗憾啊，但是我屁股后面看到了这个 SpaceX 的火箭 Falcon 9，还是挺开心的。以前在看发射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玩意儿啊，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你想它能上空，然后能降落，还能再回来，真的很厉害。除了 V3 超充之外呢，在美国大量的超充都是咱们所说的那种 V2 加，就是 VR Plus 的超充，它的峰值功率呢是150千瓦，长相呢也跟国内见到的超充一模一样。那150千瓦的超充呢，如果那个一个配电柜给2个超充，如果你一个人去的时候，峰值功率，你的车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可以到150千瓦；两个人去的时候，就2个人共享的150千瓦的功率啊。大体上这个就不说了，大家见到很多很多。我整个在美国这一周内，大部分超充用的都是这种。另外呢，还有一种矮矮的白色的更好看的超充呢，其实它非常棒，它是独立72千瓦。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前面刚刚说150千瓦超充会有隔壁分离功率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使用这个独立72千瓦超充，就在任何时候这个超充都能提供最高72千瓦的功率。对于一些就是比较繁忙的超充，就是说什么叫比较繁忙？就是说这里可能有10几个位置，一直都有人在充，你走了下一个排队的人才进来的时候，用72千瓦其实要比150千瓦更合理，因为大家都能取得比较稳定的速度。就像我之前其实也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即使你使用250千瓦的 V3，它能保持住 V3 那个峰值功率250千瓦只有很小的一段。如果你讲究的是车从0充到80%，那可能72千瓦的超充跟250千瓦超充相比，这个时间整体上可能也只慢10几分钟的样子。所以72千瓦的超充在美国大量的部署原因就是一个是他们的使用概率高，另外一个就是72千瓦的功率相对小一些，对于配电站的要求，对于电力的要求要低一些。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地方新建的超充基本上都是这个72千瓦的了。第三种充电方式呢，就是我在商场也尝试使用了一下那个第三方充电桩，那家公司叫 ChargePoint， 可能前面大家我看到在未来啊公司门口他们用的也是 ChargePoint 的桩。ChargePoint 呢，至少我在加州感觉到它使用的覆盖范围非常非常广泛了。那我朋友正好跟我一起的吧，他就用我们就试了一下。那特斯拉在美国交付的时候呢，会提供一个转接头，那个转接头呢就是交流转接头，你把插上，使用 ChargePoint 的桩也可以充。充电功率呢，目前我看起来大概是6.6千瓦。好了，美国的特斯拉除了可以用超充充，用家里的目的地充电桩充，你也用公共充电桩。公共充电桩这家叫 Charging Point 公司，就这家公司，他做的这个充电桩，你用官方随车送了一个转换头，然后把它插上去之后，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能充得起来的，就是功率有点低，6.6千瓦，其实跟我们家里的那个目的地充电桩是一样的嘛。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6.6千瓦的功率，所以1个小时大概20 miles 的样子，就是30公里。但其实在这里，就是这里，有这个一看就是个直流快充桩，但是很不幸的是，它的2种接头，一个 CCS， 这是德国那边有的，一个左边这个叫什么Charge Domo， 这听着就像个日本人的名字，不知道这个转接头特斯拉有没有卖啊？不然的话，这个要会快很多。这个桩有功率展示吗？关键是这个桩的系统是个 Windows 啊。
这功率就与国内使用这个两相电220伏乘以32安，就7000瓦的功率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是我使用的但是这个慢充的价格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一度电0.1，好像不是特别贵的样子。这个总之我用的不是特别多了。那第4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目的地充电桩。这个国内呢很多酒店都有，我这一次呢也是在尔湾的酒店遇到的。我当时住的酒店是尔湾的万豪酒店。好了，这是我住的万豪酒店下方。我刚才发现楼下竟然是有充电桩的，那这是特斯拉的目的地充电桩。于是呢，我就果断下来把车插上电了。然后来看看充电速度213伏乘上12安，这个电流好小呀，所以这个充电速度太感人了，我只能这么说，实在是太慢了。但 anyway 吧，这么下去，我今晚怎么着也会睡上10个小时差不多，所以其实差不多也能充满。这就是目的地桩，然后另外它是免费的，超充是收费的哦，这个是免费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补能方式了。这个充电呢，这是我遇到的比较慢的一个充电桩了。那个大概每小时才能增加10 miles， 就是16公里的速度。我充了一夜才增加100多 miles， 但是好在我在酒店是睡觉嘛，所以一夜过来100多 miles 也够用了这是我在美国的感觉。总体上来看呢，整个美国的超充虽然相对来说比国内要多，然后每一个站点的数量也多，但是由于覆盖量大。超充有着不太够用的意思，并且即使在尔湾这样的地方，周6早上的7点钟，因为我起得比较早嘛，我去充电去，发现都有人跟我一起充电了可以看到美国这个超充的覆盖率其实不太够用的。那再加上美国它除了这个 Charging Point 之外，我好像并没有看到国内像这么多，比如有什么新兴充电、特来电、第三方充电桩布局，美国都没有，所以大家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少，也造成了这个充电桩集中在一起使用这个概率要比较高吧。第3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我开的特斯拉到底充一次电能跑多久，然后使用成本怎么样。我前面已经说了，我用的车呢是叫 Standard Plus， 叫标准续航增强版。它充满了之后 ，EPA 的里程是250 miles， 就是相当于400公里吧。这国内马上国产版的那个标 NEDC 480公里的这个车也是这个续航的。美国的开车速度其实比较快，他们标的时候车道限速是65，但是大家一般都跑75，尤其是最左侧，就是说 Carpool 可能一度能跑到80到85。如果我指那个上班的那个时间里头，所以对于这个车来说其实比较费电的。能耗呢，我也给大家记录了一下，那每 miles 高达315瓦时，就是如果你跑到80到85左右吧，那折合一下就是每公里要200瓦时。那这个车你知道才53度电，所以能跑的距离也就260公里，就满打满算才260公里那如果日常比如说在城市中跑的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呢，整个能耗是每 miles 269瓦时，换算一下就是每公里170瓦时，所以整体上满打满算的续航是310公里之间。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Standard Plus 版本在美国除了这个价格低之外，日常买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够用，我个人是觉得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每天充电的次数是1到2次。为啥因为我每次充电不充满，再加上我喜欢在整个城市里头乱晃，一乱晃的话，我就能看到很多充电桩，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特斯拉充电快的特性，我可能在最快的那一段在充电，我每次只充个10几20分钟，这样就有那个几十 miles 到100 miles 的续航了。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乱晃的话，我每天充1到2次，反而对我来说是省时间的。我有效的利用了中间那一块最高的功率。那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它的充电桩边上是 Costco 跟那个麦当劳，对我2次都是跑那儿去，就顺便吃点东西，上个厕所，然后把车就直接开走了，那个位置就很合适。好，现在是晚上的5点29分饭点，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超充只剩下3个可以用，其实是那边还有一个坏了。然后大家就把车停在这儿，然后去吃点东西啥的，这跟国内是差不多。大家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它在这里就是充完电的地方左边，还有我现在停的这些车位都是空余车位，这样你就不会充完电之后，然后占位就主动挪到边上去就好了。我目前看好像大家都过来挪个车，有人还在这附近遛狗。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的，新开的。远处呢，其实还有 Costco 充电费用方面的特斯拉超充基本价格是0.31美元到0.32美元，当然贵的我也看到有0.4几的，但非常少，大部分都是0.31到0.32。那就是使用起来的话，大概你算一下公里数嘛，一度电可以跑5公里左右，那折合就是4毛5人民币每公里。但是你看起来好像感觉很贵，不能有什么比燃油车没啥优势，但事实是这样的，你不能换算汇率。那个加州人民每小时的最低
工资是$12，对吧？你说每小时工资$12充电0.31，这价格其实不是那么贵的。再加上加州的油价比较贵，这个我之前发了一个动态给大家换算过，大概整体上的使用成本呢，跟每100公里7升油左右的车是相当的。但是100公里只有7升油左右的车，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特斯拉这个性能的，而且呢，这些车也没有特斯拉这些优势，比如说更好的加速呀，比如说可以走那个 CarPlay 的优势，对吧？所以这也是还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算账。你发现这个特斯拉使用成本低，美国人也不是傻子，对吧？有4万美元他就去买特斯拉，他就不买奔驰、宝马了，就这么简单。好了，接下来这个话题呢，燃油车党们会非常开心，对吧？就各种鄙视咱们开电动车，说你们超充会排队。那实际在体验过程中，你超充排队吗？那我说排的啊。那我遇到过2次比较严重的排队。第一次排队呢是在霍根海姆，这个城镇它比较富裕，边上是迪士尼，加上我去的日子离感恩节比较近了，真的是排队。我开到霍根海姆的时候，那地方有20根桩，然后还坏了一个，其实只能用的只有19个。我在那儿看了有7、8个人在排队，然后我绕了几圈，我就走了，就没在那儿充了。然后我开了10几 miles。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了。这2个地方的距离，就下一个充电桩离霍根海姆这个充电桩只有地图上标只有10几 miles， 开起来是20多 miles 吧。当时我的续航是30多、40左右，然后呢我就开得很快，大概是跑到了75吧，75 miles 每小时，大概折合公里就是120公里每小时啊。这个车就比较费电了嘛。我开到充电桩的时候，下一个充电桩呢确实是空着的，充电桩只有3 miles， 这是我整个在美国执行上这个电剩的最少的一次啊。但是我们开了多少 miles 啊？10几 miles 到了另外一个地儿，你看还剩3 miles， 这是我目前在美国开的最低的一次。然后换了一排在 Target 门口的充电桩 ，Target 门口看到没有？这是我独享的 moment 啊！找个地方吃东西吧。然后我到了那个没人的充电桩，把电插上。那个地方有 Target， 就是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场，然后有星巴克。我记得我是在那儿吃了个早餐啊，然后走完之后车又充满了，我就继续去下一站了。另外呢，就是整个充电桩在加州其实覆盖已经非常全面了。我去了大家都很爱去的一个地方叫 Desert Hills， 中文叫什么来着？我想想看棕榈泉。奥特莱斯，那个地方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说那地方有啥东西可以买一买，价格还挺便宜的。那里我发现也有超充桩啊，就是特斯拉超充的，因为你充完之后你必须要把车挪开，不挪开的话你就是超时占用，每分钟会收你$1的超时占用费。所以那个位置其实特别好，你把车停在那儿，把电插上，然后你去逛2家店，差不多这个车充电快满的时候，你再去把车挪一个位置就 OK 了。然后在棕榈泉的充电桩，我看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周末开特斯拉去棕榈泉充电这就是美国整个充电桩其实布局的已经比较完善了，你基本上往哪儿跑都有充电桩能给你接上。在国内其实整个中东部地区，特斯拉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即使没有特斯拉，你依靠国家电网做的也非常完善了。这2点，我觉得在这2个国家开电动车长途出行已经不是啥问题。第2次比较长的排队呢是在1号公路，那我是去了 San Jose， 我不是去了蔚来嘛，然后从那个 San Jose 开回 LA 的时候是从北向南。那这样，如果你从北向南走1号公路的话，海就在你的右边，这样你可以随时开车进停车区拍照片。所以返程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走高速公路了，我走的是1号公路。1号公路的时候是感恩节这一路回来就稍微有那么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了。首先，这个1号公路呢景色非常壮美，我们还在一个叫做 Big Sur 叫大瑟尔的地方去充了电，那个地方的超充桩真的太美了，给大家看一看。早上现在已经是中午快11点了，我们吃完了早饭，我们在这个 Big Sur， 中文应该叫大瑟尔这边吧，附近有一个那个度假酒店这个酒店很高档，$900一晚上，然后早餐也还成，但是这个风景太好了，这个酒店这里有特斯拉超充站，你就这么想，买特斯拉给特斯拉做超充的地方，它这个风景都还行，然后物价可能一般，因为购买力在这儿嘛，所以都还挺给力的。好漂亮这里，这可能是风景最好的一个充电的地方了吧？哇，太漂亮了这里。大家在开特斯拉来的话，或者没开特斯拉也没事你开到这上面来，看看这风景，比1号公路的本身观光的风景，我觉得会更好。所以大家开车到大瑟尔的时候，一定要在这里充个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车载充电，太棒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但是冲过大瑟尔这个充电桩之后，下一个充电站的距离相对来说就比较远。我记不清了是比较远还是中间有一个充电桩我们没去充，反正就甩掉了一个。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哇，这个地方被称之为 Tesla Energy Crisis 因为这个距离已经到了，大部分人的车都没有电了，所以那个充电桩非常的满。以至于我去的时候数了一下，有10几辆车在排队。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排队的车流啊。我们来数个数，2、3、4、5、6、7，这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排队最狠的超充了，8、9、10台超充在排队，然后这边还有几个桩还在维修，我一看看，厉害啊，厉害了！这是我见的最狠的超充桩啊。但是在我到那个前一天，那个地方的排队数量不止10几辆，可能一度有30辆车在那排队，以至于马斯克搬了一个叫 Megapack 过去。就是马斯克他不是有储能公司吗？储能公司就是退役的电池，大家问那个电池怎么办？那个电池你不在车上用了之后拿回去，装到了一个大的电池组里头，变成一个巨大的储能中心。然后这个储能中心可以对外放电，马斯克就拿了一辆大卡车，拖着这个 Megapack， 就是这个大型的那个储能电池，然后在那儿接上一个超充，就类似于。怎么说呢？就是未来咱们知道有一种叫移动家电车，可能他开一个带那个家电车来，这个车上有2块电池，可以给你的车充电，对吧？那马斯克做了一个更加粗暴的方案，他拿了一个卡车装了7、8个充电桩吧。是7、8个还是10几个，总之就很多的一个充电桩，在那对大家进行临时充电。那里面使用的电呢，就是 Megapack 里面的电，然后那个电池充完了之后，那个车就要再去给那个充电自己的那个储能电池充电，这就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总之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特别多的车在排队，但是我车当时是有电的，所以我看了一下下个充电桩不远，我就决定甩开往下一个充电站开。然后开到了下一个充电桩之后，哈哈，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其实下一个充电桩也在排队。当时的视频大家来看一下。27迈。我们要到超充了，你看上一个超充甩掉是对的，现在开过来还是有续航的。然后 destination will be on the right， 这还有一家万豪呢，看到没有？不是就是在万豪里边。在下面，好，从这儿进去可以。就这儿。哇！好，我们换了一个充电桩，但很可惜，这是往1号公路往洛杉矶走的少数的充电桩，所以这也是10辆车。哎，哪都是10辆车。现在时间是14点15分，我们看要排多久吧。15点04分，我们等到了充电桩啊。看着后面又是好多人在排队了呀，所以这热门的位置还是挺猛的。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所以呢，就是当你放假，就是感恩节假期，加上你往景区这样特定的路线走的时候，特斯拉确实会排队。而且这一次排队，我预计是30分钟排，其实最后好像排到40分钟，排的还蛮久的。在这个等待充电的过程中，我去隔壁的麦当劳吃东西，麦当劳人也特别多，你知道，这差不多就是美国春运的感觉啊。在那个隔壁的麦当劳里头，麦当劳都限流了，我点个东西。等了40分钟才到那时候车已经充好了，然后我又不得不把车挪走，对吧？就把车开到别的地方去停着去，不然要收那个超时占用费嘛。有人说充40分钟就充好了，其实没充满啊。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车充40分钟之后，它的整个续航已经足以让我到达下一个充电站点了。那个我在那站着时间，其实影响整个充电桩的移动那个流通率，所以我就把车开走了总之在那个地方可能是我整个体验中最差的一次。那考虑到这是我非要选择这个景区路线，再加上那对美国人来说就是过节嘛，我其实还算能接受并且大多数时候我是不排队的吧，或者说排队的时间非常短，可能等个几分钟就 OK 的并且整个这个1号公路你开车过来的时候，这一路的景色真的太美了虽然那天在那个排队的过程中让我不爽，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再次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走1号公路的，那个景色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总结一下，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充电桩建设其实远远不如国内的，而且美国的城市是卫星城，就2个城市之间它是通过这个高速路就 freeway 来连接的，而且这个 freeway 呢，大家开车速度又很快，其实加上这个超充，整体的数量没有中国上海像这样的城市这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充电有一点点困难。再加上美国并没有第三方的充电桩公司建那个快充桩，或者说快充桩太少了吧，至少我没见到几个。你在国内你打开，比如说那个未来做了一个 APP 叫家电，它里面集成了那个特来电星星充电、国家电网里面的桩，你把那 APP 打开，你看看你身边有多少快充桩，我们就说快充桩，不说慢的。所以你发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这方面比美国真的是要强太多。在美国，你开一辆特斯拉，基本上你只能靠超充，就如果你想快充电，你想依靠第三方的快速充电桩没有的，在这国
内你的选择余地真的太多了。我们先不说那个国内那些装的是不是每个都有特斯拉那么快，或者都能达到890千瓦，但是至少他们有，它能给你打一个30-40千瓦啊，就是你补上那么一点之后，你就够下一站去跑了。这一点我国人的体验比美国要好太多了。很多人可能说出来不信，觉得我国比美国强，这事儿不可能。真的，你自信点，你发现你两边的城市你都去过，两边你都开过电动车之后，你会发现中国在基础建设这方面真的特别强，特别强。好，又到了总结的时刻了。特斯拉呢，电动车在美国，因为它价格便宜，有补贴，有的行驶的路权，所以它卖的就是好。尽管我开的是250 miles 最低的续航，在超大型城市使用呢，我也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啥困扰。更不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在美国上班的人，在美国居住的人，你家里可以装充电桩啊。你家里会有更加廉价的电源啊，甚至0.31元每度的电你都不需要去使用了，对吧？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啥困扰，更不要说电动车整个的驾驶体验对燃油车是秒杀型的，尤其是美国你这个起步速度非常要快，你起步不快别人还会滴你的，你起步要快，并且你从一个道河流的时候，那大家河流的时候那条河流的匝道。大家都是要加速的，如果你不加速，后面的车就会怼上你，对吧？所以美国整个行车速度对于电动车来说也太重要了，不然你会听到那种传统燃油车那个发动机嗡超级响，比如1.5升的一些小车，但是车速没怎么加，你可能轻松的油门踩个1半，哇，你那个加速就真的在美国开电动车太爽了。所以这也是为啥加州这个电动车的体验这么好，然后甚至说特斯拉的销量已经从加州走向了全美，正在从全美走向了全世界，甚至在上海都建了一个。这样的这么大一个工厂，它们产能都会释放出来。那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的城市通勤距离其实是很低的，我们的平均时速其实不快。而且高速上的充电桩覆盖要齐全，你下了高速之后，有更多的第三方公司在不停的建设充电桩，我觉得你整体上的体验一定会比美国更加好的。即使在美国开电动车的唯一劣势，可能也就是我这次所遇到的，就是长途，然后又是景区，加上一个过节，可能会遇到一些集中排队，这可能是电动车的唯一的一个劣势。在其他时候我丝毫没有觉得电动车有啥劣势。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你日常开电动车上下班，如果你家里有个充电桩，如果你愿意的话，花10秒钟，每天下班的时候随手插上，你每天都可以满电出发。你可能这个车的这个使用的周期中，你永远都不用去加油站，那个里程焦虑什么完全对你不存在，你每天都是满电的。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你可能每天，比如说每隔3-4天的时候，中午去吃个饭，去商场去吃碗面条，把这个超充插上，可能充个40-50分钟，1个小时，你的续航又够300-400公里的。所以我觉得国内的体验也真的并不会差，更不要说国内，比如说像蔚来这样的企业还做了一键家电。那总有人问我说，家里没有停车位，没有固定车位，怎么买电动车？没有固定车位，你车总要停吧？你开燃油车你也要停车呀，你开燃油车你能停车，蔚来的一键家电服务就能帮你把这个电给它加好。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并不觉得电动车的使用有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只是观念上的差距，再加上电动车可能稍微会有一些贵，在国内啊，我实话实说，对吧？可能会有那么有些贵，阻碍了一些人去更新电动车。好了，以上就是买在美国这7天开特斯拉，尤其是开特斯拉充电跑长途的一些感受，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说订阅等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那下一期要聊啥呢？其实我这还有很多主题啊，比如说黑色星期五，对吧？买了点啥？我其实买了不少东西，我也做了一些视频。比如说在美国住酒店有啥特别的要注意的，比如说在美国开车有啥特别要注意的，都有很多。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我。那这一周我大概去了7天，我大概能拍出7-8个视频出来。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趟去美国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哦，对了，老规矩，那个如果你对特斯拉感兴趣，欢迎你扫描右边的二维码去购买特斯拉。好像现在你买 Model 3或者买任何特斯拉吧，可以用我的二维码的话，可以赠送1500公里的免费超充。同样，你对蔚来感兴趣的话，欢迎扫描我的二维码去试驾购买蔚来。如果最终你用我的二维码购买成功的话，那个蔚来还会赠送12000积分，在蔚来 APP 上就相当于1200块钱啊，你可以兑换一些蔚来的礼品啥的。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